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嘅呢一集呢，同大家繼續講下啲商業嘅故事啦。上一集啦，講完健力寶喎，今次呢就講緊呢一個飲品中嘅戰鬥機啊，係啲乜嘢呢？就係康師傅嘅冰紅茶啊。咁其實啦，大陸咁多年嚟有好多嘅飲品牌子係崛起嘅。而呢一個康師傅冰紅茶一直都係保持住一個比較平嘅價格，甚至乎係俾人叫佢做標時飲品啊。佢就喺1997年誕生嘅，之後嘅廿幾年時間呢，去到2022年啊，營收係接近180億，市佔率竟然係可以去到16.1%㗎。佢到而家為止都仍然係中國樽裝飲品嘅第一大單品啊。到底點樣做到嘅呢？咁我諗應該好多人都唔知啦。康師傅冰紅茶之所以能夠有今時今日呢，好大程度係要多謝同佢鬥咗成世嘅同行統一。咁其實康師傅係一個山寨大師嚟嘅，佢可以照抄照 copy， 甚至做得好過你，因為佢喺宣傳上邊更加用心用力啊嘛。不過康師傅呢一點呢，喺同行眼睇就覺得佢非常之煩啊。原來統一早就喺1995年推出咗冰紅茶，係早過康師傅紅茶2年有多㗎，因為當時個概念好新穎啊，一上嚟呢即刻賣到好火爆。而喺呢個時候，康師傅先啱啱開始做飲品，係做到焦頭爛額㗎。佢當時想做一種高端嘅蜜豆奶，亦都專門喺杭州成立咗飲品嘅分公司，係抌咗唔少錢落去嘅。康師傅當時係有好大野心，想要超越可口可樂，而其實當時好多嘅國產品牌包括健力寶都好啦，都係對位可口可樂同百事可樂，所以超越呢啲咁樣嘅外國品牌啊。而康師傅嘅創辦人魏應周，佢係一個好捱得嘅人啊。點解話好捱得呢？佢朝早7點鐘返工，夜晚12點佢都唔離開公司嘅。但係好遺憾啊，佢嘅產品就係賣唔出去，賣唔好，堆晒喺倉庫度啊。咁呢一局呢，講得上係統一 KO 康師傅，統一冰紅茶大贏特贏啊。但係統一點估都估唔到啊！過咗2年時間，康師傅就有樣學樣，推出盒裝同樽裝冰紅茶，而正式宣布同佢開戰啊！而且佢亦都係光明正大咁同人講啊，佢嗰啲冰紅茶係用茶粉勾兌㗎，仲有一堆添加劑啊！但係呢一次康師傅直接嚟咗一場驚天大逆轉啊！唔單止銷量上遠超統一，甚至成為冰紅茶嘅代言啊，係徹底攞走咗統一喺呢個市場上邊老大哥嘅風頭啊！到底點樣做到嘅呢？首先喺口味上邊，康師傅冰紅茶為咗迎合當時消費者對甜度、爽度同刺激感嘅需求，除咗加入常規嘅砂糖、果葡糖漿同埋蔗糖素之外，康師傅係直接諗到加鹽呢個操作啊。聽講咁樣加落去咧，可以令到你條脷係更加敏銳咁樣試到個甜味啊。而佢呢一個咁樣嘅配方咧，係令到康師傅喺甜味呢一度係贏咗一局㗎。而喺營銷上邊康師傅發力都好猛啊。為咗令到啲人感受到冰嘅感覺咧，佢直接喺個樽身上邊印咗冰力十足，用呢個咁樣嘅話術做引導。雖然我哋而家咁樣睇上去冇乜嘢，甚至乎有啲傻嘅感覺，但係相比統一嘅年輕無極限呢，佢係好直白㗎，而且個傳播效果更加之好，就好似雪碧當年嘅透心涼心飛揚呢一句說話咁，都係好順口㗎。咁同時為咗令人記住康師傅冰紅茶呢幾隻字康師傅係用營銷不斷洗腦，佢當年嘅廣告支出係高達過千萬㗎，可以請到嘅明星全部請晒，任賢齊、李宇春個個手入邊都揸過冰紅茶㗎。如果你未接過冰紅茶嘅廣告，你都唔好意思話自己係大明星啊。咁然後佢再聯名星球大戰、大唐網遊，咁呢啲咁樣嘅操作呢，而家咁樣睇係快消品牌嘅常見操作，但係當年嚟講
營銷嘅手法、營銷嘅招數冇咁多㗎，係講得上係一個廣告上比較稀缺嘅時代，咁樣非常之有效果。喺當時啲人眼入邊啊，揸住冰紅茶你就係潮啦，同而家標示飲品嘅形象講得上係完全唔同㗎。而喺銷售渠道上邊，康師傅亦都不甘示弱啊！佢唔單止喺一線城市同超市佔據晒所有優勢啊，亦都深入去到二三線城市同鄉鎮嘅小賣部，甚至佢出一招絕招，呢個絕招就係再來一瓶啊！佢個中獎率啊係高達40%嘅，係令到消費者覺得好抵、好驚喜啊！呢啲咁樣嘅措施就令到康師傅冰紅茶係好快、好迅速咁樣打開咗個市場，而且係透過咁樣嘅營銷咧，係逐漸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品牌忠誠度啊！咁但係啦，靠山寨咧，只係可以贏到個頭彩啦。你如果要同對手鬥咧，你肯定就要鬥長命，同埋有一啲強勁嘅營銷策略啦。康師傅第二個大絕就係做卷王。乜嘢叫卷王呢？就係內卷之王啊！買過冰紅茶嘅人應該都經歷過一件事嘅，就係康師傅嘅再來一瓶啊！試過有人呢係用3蚊連中6樽啊！咁飲法你血糖呢飆到上天啦！3蚊6樽其實等於已經係唔使錢咁滯啦。而咁樣嘅高中獎率呢，係令到康師傅冰紅茶個印象就係老實人嘅印象啦。因為當時啊，原來業內普遍嘅中獎率係得幾個 percent 㗎咋，高嘅都係10幾個 percent，統一嘅中獎率17個 percent。康師傅直接出大絕啦，佢直接同你玩 show hand。總之，康師傅嘅飲品佢哋個中獎率係40%，因為中獎率高得離譜啊！有啲鋪頭啊，直接就唔換啊，貼咗既不兌換嘅告示啊，咁結果康師傅又玩嘢喎，佢專門成立咗一個兌換先鋒隊，喺度掃街邊個有蓋啊同佢兌換，仲配備埋相應嘅兌換車啊，按照規劃路線去巡街啊。喺國內啊，佢一共係換咗2000萬個樽蓋啊。當年康師傅呢招呢，好似得罪啲經銷商，好似好傻咁啊，但係啦，呢啲其實係康師傅嘅營銷絕招嚟嘅。咁推出再來一瓶活動嗰2年啊，康師傅成個飲料板塊營收分別係獲得32.11% 同38.94% 嘅高幅度增長啊。同時啦，擺喺佢同行面前得2條路，一係你出局，如果唔係就一齊捲到死為止啦。就算你係揀咗第2條路同佢一齊做卷王啊，捲到最後呢，你都係不得不出局噶，因為佢呢個咁樣嘅玩法玩咗成2年啊，有唔少個品牌呢係直接俾康師傅冰紅茶捲死噶。而喺背後康師傅做緊嘅嘢呢，就係不停咁樣去降低成本。咁康師傅冰紅茶嘅原料同生產工藝都好簡單嘅，就係用茶粉去勾兌，加啲添加劑就可以製成啦。咁樣康師傅唔單止係節省咗原材料嘅採購同加工成本啊，仲節省埋運輸同儲存成本，而且康師傅係通過規模效應同技術創新，又再次去降低生產同管理成本啊，就令到康師傅啊係能夠以一個好平嘅價格賣俾消費者，亦都係可以保持到一個好高嘅利潤率。即係講到尾，康師傅冰紅茶呢，其實就係一個科技產品嚟嘅。而康師傅嘅再來一瓶活動啊，唔單止令消費者感受到實惠驚喜，而且係刺激到佢哋重複購買同埋口碑傳播。根據當年嘅統計，康師傅冰紅茶嘅復購率係高達80% 嘅，而且每個消費者係平均會推薦俾最少3個人啊，令到康師傅冰紅茶嘅銷量係迅速增長，形成一個好強嘅市場反饋。咁所以呢一個再來一瓶嘅活動可以講得上係佢嘅大殺招，再加上高兌換率啦。雖然啦，喺兌換過程入邊係流失咗一部分嘅經銷商，但係到最後都係會去入翻貨嘅，因為康師傅冰紅茶賣得好啊嘛。其實去到而家國內已經有唔少嘅新品牌係崛起噶啦。咁如果當年康師傅你話佢靠山寨啊、靠內卷係成功
攞到市場份額嘅話，咁佢而家有憑啲乜嘢可以攞到16點幾個% 嘅市場份額呢？佢仍然都係中國最大嘅瓶裝飲品嚟㗎。咁其實有幾個方面啦，咁就係康師傅呢，佢始終都冇盲目跟風，就冇點樣去改變個包裝，最多呢就係個樽變咗一變，就堅持走一個平價化、便利化、大眾化、休閒化嘅定位，亦都冇去追高端或者小眾市場。以前佢係一個潮嘅代名詞，但係而家呢，佢可以接受到自己係丟時飲品嘅代名詞，咁啊即係話呢，佢係有隨住市場去改變自己嘅定位啊。丟時呢兩個字喺大陸嚟講，大部分人都會話自己係丟時噶啦，所以如果係丟時飲品嘅話，佢哋呢部分嘅市場好有可能呢，又係俾冰紅茶食得到，再加上一點佢夠平啊。咁而且康師傅冰紅茶亦都有迎合市場做出某部分改變嘅，譬如推出低糖、無糖、低卡嘅飲品啦，亦都有推出其他飲品系列啦，甚至乎佢亦都係推出埋王老吉之類嘅聯名款出嚟啊，亦都有某程度上係增加咗佢嘅趣味性話題性啦，就令到康師傅冰紅茶喺市場上邊仍然可以保持到活力同競爭力。再加上康師傅雖然係一個老牌子但係佢同時都有利用社交媒體去迎合大眾嘅市場㗎，所以話佢一直咧係有諗辦法去 keep 住自己嘅熱度，所以佢喺營銷策略方面咧係成功㗎。一開始打市場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到好狠，咁你亦都可以話佢係以本傷人啦。但係就冇乜邊間公司咧係有佢狠到咁嘅，直接話埋俾你知佢係用茶粉去做勾兌，甚至乎去到近年嚟佢所揾嘅代言人呢，亦都係國內嘅頂流明星啦，而且佢係首創係用音樂行銷，佢揾得嘅明星呢，都會唱翻首歌咁嘅意思啊。咁所以康師傅冰紅茶先至可以喺市場上邊屹立不倒咁多年啊。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簡單咁樣睇咗一睇呢一個康師傅冰紅茶嘅故事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